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白燕一老师，欢迎白老师；青年作家文洁儿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张磊老师，欢迎。当然了，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广电帮帮团的各位老师和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能遇到我现在的老公，我本来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儿。可自从我们在一起后，他家里发生了很多变故，这些变故让他一蹶不振，他现在对我充满了怨恨。觉得是因为遇到了我才会这么倒霉，这些话真的很让我寒心。我们能走到一起不容易，我真希望他可以振作起来，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日子过好。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王先生31岁，来自辽宁待业；女嘉宾邹女士41岁，来自山东石原。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哈。各位老师好。这是标准的姐弟恋了，对吧？对，大10岁哈。对，结婚1年多，您是再婚？对，我是再婚。您是初婚？对。两位怎么认识的？我是2021年夏天的时候去威海去度假，然后他在那边正好是开饭店嘛，就这么认识的。不是，这太潦草了，这就。他那个时候总来我饭店吃饭，然后之后喜欢吃一些锅包肉、血肠什么的。我发现他这个人嘛，说话呀什么。气质这方面长得都是在我心上了。他一来之后呢，我就是给他做，因为我这个做的比较拿手啊。后来他就让我跟他一起吃，我就发现他这个人爱说爱笑的，都挺好。然后之后我就开始追他。知道他比你大吗？我知道，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什么呀，都是大10岁小10岁的，基本上这个左右这个不在乎这块。他刚追我那会儿吧，实际上我心里面有一点担心，但是因为他性格就是挺腼腆的，不爱说。然后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失败婚姻嘛，因为这个前夫吧，就是那种性格特别的圆滑，所以我对那种男生有点畏惧。因为我们之间就是他的过错导致的我们的婚姻的。有孩子吗？有一个孩子快7岁了。跟谁呀？跟男方。所以他的这个性格就挺招你喜欢的，是吧？就是不爱说，感觉特别腼腆，有时候跟他说句话吧，然后他还好低头。我特好奇啊，就是去人饭馆吃饭，怎么就能把人厨子给弄到一个桌上来吃了？我就是看着我说这个做的挺好吃的，店里员工说是我们老板做的我就挺好奇的，我说叫你们老板出来，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没有见过嘛，我家是山东的，我说你这个菜怎么做呀？挺好吃的，就这么着。然后我俩就是一来二去就认识了。他那段时间追我嘛，就一直追。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大你10岁？他说我不在乎这个，大一点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肯定会照顾人，就感觉我心细。然后我就说，那先谈谈看吧。后面吧，然后他这个店里生意不太好，我就给他一些鼓励啊什么的。但是到后来我就发现，他店里生意不好，他就光怪我。我认识他的时候吧，就是感觉这个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自打追上他之后，生意就开不下去了，就是关门了。我就是跟他说怪他之类的。你说你店里生意关门，就是你们别老谈生意，我们这爱情保卫战又不是生意经。他总是就拿这点事过来抱怨我。不是，这时候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2021年认识的是吧？2022年领的证。领证的时候饭店还在吗？饭店那时候完了，我也生意经了，你看。2022年买卖还在吗？那时候就关门了嘛，他就是你娶了她，饭店关了门，是这意思吗？对对对。好，行，那这就听明白了吗？那换而言之说，你没嫌弃他破产是吧？我没有嫌弃他破产，我还这么跟他说的。我说你家里吧条件不好，我也是第2段婚姻，我也不要求那么多，只要好好对我就可以了。然后咱们领个证。然后我说，因为他喜欢大海嘛，你将来可能还要从这再创业。我说咱们就买个房吧。现在什么事情他都是怨我，买这个房子他说不称心如意也怨我。还有啥事怨你？后来的时候3金我也不要。甚至彩礼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连个戒指都没有。我说起码父母见个面，结果父母接出来了，1000多公里我们开车给接出来了，然后到我家吵起来了。那吵起来是我愿意看到的吗？是我让他们吵的吗？
你是不愿意看他们吵，但是你是怎么处理问题的？那我处理问题，我这脾气就这样，这么多年了，你也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可什么都不知道啊！您跟我们说发生了什么事儿好不好？他父母因为说是家里面就是承包土地的事儿，然后这方面我也不太了解，反正就是为了那些陈芝麻乱谷的事儿吧，就吵起来了。谈婚事儿去了吗？跟承包土地有什么关系啊？他父母的感情那段时间就出现问题了，然后他母亲就搬出去住了啊。结果到了我家，就是俩人就为这个事儿争起来了。你说他们争起来也没在屋里边争，那是在外面争。我父母家住1楼，那是外面吗？那不就院子里吗？那我父母就坐在屋里头，你父母当着我的父母面就争起来了。我是当时想的吧，我说你跟你父亲好好聊一聊，然后呢，我跟他母亲好好谈一谈。他那个脾气上来，冲着我来了，然后结果回头还冲他母亲说滚出去。我这脾气就那样，这么老远来了，他们还吵架。那我不生气吗？那脾气一上来，那不就顺嘴说出来了吗？你是顺嘴说痛快了，那我什么事情都要包容你吗？我虽然比你大，我也不能任何事情都包容你吧。然后结果吧，他母亲那个脾气上来了，然后就把他母亲单独送回去了。他父亲吧就一直在我父母家，我父母还得照顾1日3餐。你说这是喜事儿吗？那心里多难受啊！他一路还冲我，哎呦这个那个的，一直抱怨我。后来办没办婚礼？没有办婚礼，一直没有办婚礼。就是反正就双方父母见了个面。对，见得还不开心了。那现在发生了什么呢？实际上吧，他父亲那段时间身体就已经很不舒服了。也是怕我们担心嘛，没告诉我们。然后是那个他家的亲戚说的，说那段时间吃不下饭。我也想着吧，给他接出来，起码有个照应。因为我姐，你说这么老远了，在我老家看不了吗？那非得是这么老远，这身体能受了吗？那照你的意思，在你老家那边看，你老家那边看的医疗条件可以吗？你说沈阳老父亲怎么了？你们别吵，老父亲怎么了？他父亲是那个癌症晚期。当时接过来的时候知道吗？接过来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我们不敢跟他说。那老人家现在呢？现在已经走了，8月份走的。在哪儿走的？就在山东这边。自打遇到他之后，我这什么事都不顺了。你说我生意倒闭了，买个房之后吧还不顺心。你说那小鸟它也给伴儿搭个窝呢，那你作为一个男的来说，我什么都没有要你去买个房不正常吗？那你再说我不是说不给你，我本身有一套房子嘛，在老家。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咱们就以后就只能异地呗，然后你回去，我不是考虑你在威海创业吗？那后来再说了，你把你父亲接出来，咱们接出来之后就好好给他看病呗，我想的是。我甚至把那10001的那个改口费都拿出来了，结果呢，他倒好，我这边照顾他父亲忙上忙下的，他自己住宾馆。那我为啥住宾馆？我不是发烧了吗？发40多度吗？站不起来才去的吗？是你发烧吗？咱们3个都发烧。接过来的时候，一路上我就跟你说了，2月底3月初，我说不要开空调，他在车上非要打个空调，老人在后面打盹就是感冒了，我们3个都难受。你父亲一晚上7、8件衣服我给他换，都塌透了，给他发汗。大夫也交代了1到2个小时要给他量1次体温。我这边打着地铺，我摇摇晃晃的起来，我心里多难受，你知道吗？那你作为儿媳妇来说的话，你又比我大10岁，你又心比较细，那你照顾老公公不是应该做的吗？其实我只是需要得到一个情绪价值，哪怕你说一声媳妇儿你辛苦了，哪怕你说一句认可我的话，我都可以。你说在病房里，不管医生也好，还是护士，还是说别的这个陪床的这个家属，都认为是亲闺女，都说你这个闺女真好。我说我不是闺女，我是儿媳妇儿。咱们总结一下吧，不在痛苦里打转转了哈。就是自打你们俩认识之后，男生就觉得你的运气变坏了，对吧？对对。餐馆倒闭了，对，怪他。买了房子，把你手里面有的一些现金流给破坏了，对，怪他。对。老父亲因为癌症去世，怪他。不是，这块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呢。我如果不在这边定居的情况下，我是不是经常回家了？我经常回家的话，他们老两口也不至于吵架呀。但不吵架，能至于让我爸自己在家吗？又弄羊又种地的，那自己的吃饭顾不过来，那不都是因为他吗？我要是回家，我这些事都不能发生啊！你咋那么倒霉呢？那你赶紧走啊！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因为他的性格脾气不好。然后我当时也跟他说，我说你的性格这样子，可能回去是和稀泥。你掉进他逻辑陷阱里了，你还跟他掰扯这干嘛？所以你爸得癌症也怪他，对吧？啊，对。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逻辑大概不对呢？就我吃了顿饭，我就被一个人给骗了，他骗了我的婚，他骗婚就算了，我还得给他爹贴钱看病。我给他爹贴钱看病之后呢，我还得伺候他爹。哎，我这婚结的也挺倒霉的哈。啊？我没感觉倒霉。我觉得倒霉啊！你看这个女人碰到你以后，这个多倒霉啊！他住宾馆就算了吧，我还考虑他。你别说了，我问你，你倒不倒霉？你考虑他。他现在干嘛呢？摆烂。我让他，我说你出去找个工作，起码有个2、3千，因为家里还有房贷。虽然说这个房贷是当时我答应说是我出，我每个月都转给他，但是我说你出去，哪怕是2000也好，3000也好，咱有个正经工作。他不干。我找什么工作呀？我自己在家做小兼职，不做挺好的吗？你那个小兼职够你1天的烟钱吗？看别人脸色干活，我1个月挣这几千块钱够干什么的？你是不愿意看人脸色了，但是我天天看你脸色，我感觉我现在像个老妈子。哎，你不是去威海旅游的吗？你现在也搬到威海了？没有，本来是我应该休完一段假，我应该回去上班了，但是就是他父亲生病之后，我又续假了，到这个月底就该回去上工作了。得，这才叫倒霉催的呢，旅了个行，结了个婚，送走个老人，来了一个吃闲饭的，你没觉得你倒霉吗？咋着？你现在什么打算？我没有什么打算，我现在挺好的。挺好是吧？啊，挺好，来我们这儿干嘛呀？我是被骗过来的。哦，你被他骗过来的？对呀。你骗人来干嘛？人不挺好的吗？他前一段时间让我戒烟，然后就前2天又跟我说就让我抽烟了，然后说带你出去玩玩散散心。到这边来了之后嘛，又让我说上什么节目，完后来我就跟他发火了。到最后他说上这个节目，这我才勉强来的，因为我之前看过这个节目，看过那个老师的分析还行，我这才勉强过来的，要不然我是咋弄都不过来的。哦，就是你给人骗过来的。对，他那个性格就有点像小孩，平常你把人带过来干嘛呀？我想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你看我现在马上就上班了。振不振作跟你有关系吗？那我们怎么人家觉得挺好的呀。对呀，威海有房子，老婆还房贷，自己打小工，有饭吃，有衣穿，有烟抽，生活很有乐趣啊。你把人弄来干啥？有衣穿，那哪件衣服不是我买的呀？他要是什么的话，他连衣服都穿不上了，我估计。这你放大了你的作用，自己打小工能穿上衣服吧，兄弟？穿上了，为啥穿不上呢？就是人家要想干了，人到饭店里面接着炒个锅包肉，一样有女老板来问谁炒的菜，把厨子给我带上来，对不对呀？你那么焦虑干嘛？又不是你儿。我跟他提过分。这次为啥离啊？我是为了气他。再说吧，你说我本身我已经30多岁了，对啊，我也想有个孩子，他呢就是一直找借口，就是一直不要，也不知道是他怎么想的。我那是找借口吗？那孩子的问题你还不清楚吗？那照顾你父亲楼上楼下的跑，本来是怀过1胎的，那是怎么流掉的？不是因为劳累吗？那劳累，那你照顾的再好有什么用啊？那人不就到最后不也是走了吗？你再无微不至有什么用啊？我是这么认为的，人活着的时候咱们好好对他。别认为了，别认为了。我怎么觉得这都有创伤应激反应了？这都属于不正常的思维了。反正自打遇到他之后，我这就是感觉哪都不顺了。你看，女生就觉得特委屈是吧？我做的很周到，我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什么你还抱怨我？不理解，对吧？对。所以你带他来是希望老师帮他调整一下心态，是吧？是的。你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不积极，对吧？即使你在想要孩子，可能他这个状态你也不敢要孩子，是不是？我不敢。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连环套，你发现了吗，兄弟？你说你为什么我也想要个孩子，你不接着？人家说了，你就躺平了，摆烂了，我还敢给你生孩子？你别说养活孩子了，你能养活起你自己吗？嗯。哎，你还想过吗？就这样，你还过不过这日子？他跟我说的是他慢慢改，我是想过下去的，因为我觉得想过就行。你要过吗？那我是被他骗过来的，那我肯定是也有点那个意思。不是，你别说我们这儿又成你倒霉的地儿了啊！没有，你要觉得被骗，你可以走。没有，您现在就走。不是说被你们骗，我是被他骗过来的，对吧？对，那他的问题，我就问你这日子要不要过啊？因为这么长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也得好好考虑考虑，想一想啊。什么事情他都拿不定主意，都是那样。这么短的时间发生太多事儿了，所以说那人都会变的嘛。
我现在就感觉自己像所以个笑话。其实我觉得好像都是在那种心理的一个应激阶段，好多事儿也没想明白。这么听下来，这是到威海去疗伤的，就碰到这么一个无巧不成书的，还就好上了；无巧不成书的，还就碰到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两颗受伤的心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刚才赵川老师说应激状态，这个先生他的一个应激状态，我觉得和他一连串的失控和挫败是有关的。突然间生意的结束，突然间能掌握的钱的结束，突然间爸爸晚期癌症又快速的离开，对于这个男人来说，这些支撑的东西一下子就都消失了。其实姑娘，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吸引到他吗？不是说你大10岁或者长得好不好看，就是你的那股子泼辣劲儿。你什么事儿你抻着头往前探。你刚才说了啊，你看你哪件衣服不是我买的呀？当时我们觉得特别搞笑，难道他认识你之前都一直光着呢？没有啊，他自己能扛得住，但是他心里边有一个渴望，就是我特别渴望有一个人能替我去扛我自己不愿扛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从来没有被真正关爱过的小男孩，爸爸妈妈能够当着未来亲家的面就吵起来了，说明不太顾及这个儿子的感受。他内心当中从来没有人真的为他去撑起过一片有尊严的被保护的天空，所以我需要找一个人来替我扛不住的东西，于是你就变成了那个倒霉的理由。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位啊，真的也是挺对茬的。你需要一个去替你承担你所承担不了的人生变化的人，而这个自己又太过于愿意一切的家里的事儿都由我来扛，所以挺好，就这么过着吧。真是绝配，一个人特别渴望一把雨伞，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把伞的这样的一个人，俩人恰好就遇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你们能够稍微的去理解一些自己心里的那个缺，恰好由这样的一个看起来让你并不满意的人补全了，那这个时候你们俩人这个绝配的相遇就完满了。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姐姐，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人身上寻找到自己的一种自我认同感？你这种疯狂的付出，你到底是想要圆满你的前半生你缺失的什么东西？而且非得是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你到底要他是要什么，而且为什么非得是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第一他逃避现实，第二他安于现状，第三他没有期许，他就是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这种想法。那你为什么就是不能从他的这个困境中走出来？你怎么能够去跟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去讲良心这个事情，他就不成立啊？然后说一下这个大哥，我觉得这大哥其实你有点赚的，他到现在为止他都不想离开你，他想来解决你们俩的问题，他把你哄着骗着骗到这儿来，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你很会拿捏啊。而且他的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我不在意我不在乎，所以他以不变应万变。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及时止损，但是我又想着说，如果你俩要是及时止损了，就会有更多人受到损失。所以我觉得你俩就这样得过且过吧，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要么就改变你自己，你改变不了他的，他就这样了。哎呀，你们俩真是绝配哈！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一个爱心泛滥，一个软饭硬吃。首先，女士，我其实挺不理解你的哈。一个女性，我觉得希望体会到价值感没有问题，但你不能从这样一个人身上去弥补你曾经在情感当中的价值感的缺失。你的前夫不是很圆滑，很会察言观色说话吗？你和他的关系当中，你是不占上风的。你非要在这样一个摆烂人的身上证明你的爱、你的情感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会比上一段婚姻输得还惨。我们有爱心或者愿意付出，我觉得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前提是对方是一个能够理解我们的付出，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份情感的人。他基本上对你的付出是个绝缘体啊，你对他的好只能换来他对你更多的指责。
你对他所有的付出，最后根本换不得你想要的那种他对你的情绪价值或者爱的回馈。你听他从头到尾都在说，就是说呀，我娶了你，我太倒霉了。然后你甘之如饴的说，哎呀，你要振作，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人生啊？虽然你有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它结束了，你依然有自己的人生，你有能力有价值啊，去把你的爱心和能力付出给应该付的人。你的女儿呢？你从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你管过你的孩子吗？你的爱心泛滥，好不好去爱爱你的姑娘啊？我们去寻找价值感，不是这样在一份烂掉的感情里去成就自己的。所以我挺替你感到惋惜的。我觉得你就是在曾经一段错误的关系当中走出来之后，在下一段关系中想要弥补自己的那种缺失的感受，而进入了烂泥潭里。男生啊，你才31岁是吗？我看了看你的资料，你们活得老气横秋的，你有那么倒霉吗？啊？你经历的事儿太多了，而且说谁没经历过这些事儿啊？谁没经历过生老病死？谁没经历过事业的跌宕起伏？就你过不去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多的事儿，都是感觉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是吧？你是也没说都是他的错，你是境遇不佳，但是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吗？你没有感恩的心，你这一生都会境遇越来越差。你难道不应该感恩他吗？在你失意的时候，他陪着你，还要嫁给你；在你的父亲生病的时候，他床前床后的伺候，还贴钱出力，换来你一句好了吗？在你失业在家的时候，他给你做饭，怕你吃不好穿不上。没有感恩的心，这样的人一生都不会收获幸福。你得自己站起来做个男人啊！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婚姻看起来很糟糕，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还有持续的意义，那么先从自己做起吧，爱好自己，再去爱别人。哎，一声喟叹，本来是一段疗愈情伤的威海之旅，结果画风突变，剧情翻转，成了旧伤未愈又添心痛。老妻少夫差10年，嘴上不说，心里嫌。他嫌弃了，他后悔了。31岁，年纪轻轻，还不至于糊涂到把什么罪过不分青红皂白推到别人身上去吧？你饭店关门跟他有关系吗？怎么能把这事怪到人头上去呢？人家在你饭店关门的时候毅然决然跟你领证结婚，为什么你既不感恩，反而还把他当成一个丧门星？所以呢，女士，你不要再跟他的逻辑，他饭店倒闭不是你的事儿，他父亲去世更不是你的原因。相反，你在他事业不顺利的时候毅然决然跟他结婚，陪他共度难关。在他父亲生病的时候，你放弃自己帮他照顾他的父亲，可是这些换来的是什么呢？哪有半句感恩？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爱你。但凡有1分爱、半分爱，都不是这个表现。那些邋遢、那些摆烂，都是有原因的。先生，我说的对吗？不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的妻子？我心里肯定是有他，没有他，我能跟他在一起吗？你跟他在一起以后，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你还不如放了他呢。男人啊，有一说一，也许当年没有想这么多，找了一个大自己10岁的女人。当然了，如果你们真的能够相爱，年龄也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很可怕的是，他后悔了，你有权后悔，但是你要说出来，而不是把日子过成这样去折磨他。作为广电帮帮团，我今天唯一的想帮的就是姑娘，远离那些让你内耗的人，余生很短，少在烂事上纠缠，少为不值得的人生气，学会放下，才能够更好的前行。大家之所以恨你，我告诉你几句话，你是让人恨死的。第一句话，我就想要一个孩子，我怀了孕了，怀了孕你不是没了流产了吗？怎么流产的呀？我不就为照顾你爸吗？你照顾有什么用啊？反正他要死。一句话2条人命，你说你混不混？你做儿子你说这话对爹不敬，你做父亲说这个话对走的孩子不公，你说你混不混吧？
是有一点儿。是有一点吗？这第一句话。我们再看第二句话。我们那儿都是大10几岁的，我也没觉得这是一什么事儿啊。这话是真话是假话？真话。好，我心里想着你比我大10几岁，你不该吗？是不是你的话？是啊。第二句话有没有嫌弃？嫌弃人家岁数大，有没有？没有嫌弃。还不嫌弃？就非得说我嫌弃你才叫嫌弃吗？他总说是他比我大呀，这个那个的，这不顺嘴出来了吗？不是嫌弃是吧？对。确定吗？对。来投票，你们觉得是嫌弃还是不嫌弃？觉得嫌弃的举手。自己回头看。就是当我们都是傻瓜，我们听不出来，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是吗？第三句话，怎么我自从跟了他之后就那么多的事儿呢？是你说的吧？是啊。觉得他倒霉的请举手。觉得他倒霉的请举手。你的评价体系跟社会评价体系是不是2个体系了？我只想告诉你是2个体系。想要孩子吗？想啊。知道这个女人40岁已经高危产妇了吗？知道。如果随着你站起来的时间拖得越久，你要孩子的概率就越低。当然我指的是跟这个女人哈。你打算什么时候站起来？尽快吧，因为这么尽快是多久？在威海找个厨师的工作好像不难。让我好好想一想，然后好好考虑考虑。考虑什么？你考虑今后怎么过呀什么的。我也愿意相信是你连续经过了这几年的应激性事件之后，你造成了麻木。我不愿意相信是你人性本恶。好，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希望你还能回到像我初见你的时候，那时候我对你的印象是阳光、正能量，有什么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从你父亲走的悲伤中尽快的恢复，重新振作起来。希望我们的日子能好好过下去，因为人有一场婚姻真的不容易。刚才几位老师说的话我也听进去了，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也需要时间去缓冲一下，给我一点时间吧，让我好好想一想，好好让我考虑一下。那个这样啊，3个月之内重新去炒菜就出来。3个月之内你觉得干不了这事儿，你也别出来了，咱弄个标准嘛。因为你爹也不希望说在天堂看到自己的儿子成废物啊。所以3个月之内，你说我重新上岗，我开始努力工作，您就出来啊。至于您嘛，这个婚姻要好好的考虑考虑。谢谢2位，请回。来，班老师猜结局。我觉得是双出，我觉得男不出女出，女不出男出，双不出。来吧，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别哭了，行了。我倒觉得今天挺好的。您是答应3个月以后重新上岗了吗？对。说话算话吗？算话。先站起来是第一步。那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哭了，哭了。振作起来吧。抱抱吧，哎呀。谢谢2位，请回吧，祝你们幸福，请回，加油！谢谢各位老师，加油啊！哎呀，其实就是特别希望遇到困难的人能够看到希望，祝他们幸福吧。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为了和他在一起付出了很多努力。可他总是看不到，还说我不在乎他。难道和他在一起就要一直围着他转吗？这样的恋爱真的太累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张，25岁，来自山东个体；女嘉宾婷婷，22岁，来自山东学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没安全感是吧？有点啊，这么不自信吗？之前我对自己挺有自信，但是就现在出现了这些事儿之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是不是我确实长得不如他前女友好看，或者是怎么样的。哦，打击这么大。好，说说吧。我们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我的朋友把他叫来我的生日聚会上。当时我一看他，我觉得挺帅的，然后我也觉得蛮不错的。我们两个就经常就交流嘛，发微信啊，互动之类的。然后一直到我高考结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我有点喜欢你，婷婷，要不咱俩在一块儿吧？我确实也很喜欢他，我说那行，我就答应他了。一开始好好的，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结果没过几天，就他突然就给我搞失踪，就找不到人了。他就搞消失，给我玩那个消失的他，我就一下子我就消失的他可不是啊，那是彻底抹平好吗？我就觉得我很没有安全感了，他就不见了。然后我就说请我们两个共同朋友给他打个电话，我说问问他在干嘛。然后我朋友打一个电话，他马上接了。然后我朋友就也没说啥就挂了，就给我打回来了。他说婷婷啊，那个他那边好像有女孩子的声音，反正我只能这么跟你说了。啊，对，他就这么说。然后呢，我说那我知道这个事儿，我就很生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了5个电话，他才接。他就说什么事儿啊？我说那你现在干什么呢？我怎么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定位也不开，然后打电话你也不接，我给你打了5个才接，你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他在忙，我就不知道他在忙什么。我不是提前跟你说了吗？我说我朋友失恋了，然后我陪我哥们儿去喝酒去了。喝了好几天，喝了3天，一直没怎么缓过来。哦，是你没缓过来，还是你哥们儿没缓过来？都没怎么缓过来。哦，好，人家失恋你喝啥酒啊？陪他嘛，他也不开心。对吧，老师？你看他这个人就是，他说他陪朋友，他朋友失恋了，他陪着人家喝酒，人家还不一定什么事儿呢。而且最主要的是，他根本就不是去陪他朋友喝酒，他前女友也在那儿，我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去陪他喝酒的呀，那他把他叫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好，你说你不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到了这个节目上，你还这个样？你前女友不是去找你复合了吗？你到现在你还在骗人。那他来找我复合，我又不知道。啊，你看到他去了，你说是你朋友把他叫去了，你看到他去了，你不会直接走？你说不好意思，他在这儿了，我都有对象了，我又不在这儿了，你不会这么说吗？怎么我们两个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那分手了以后，他找我和好，我不同意不就行了吗？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你说我现在正在干什么？还有我给你打过电话去了，你跟说啊，喂，怎么了？你什么事儿？你那么冷漠是什么意思嘛？你就是觉得他在你身边，你不方便接我电话，你直接这么说不就行了吗？不是，我那天确实那2天一直都浑浑噩噩的，我也，哎呀，我这不你这一吵架，你看你个提问都不行，我帮你一问就问出来了。我们不知道前女友去，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什么感觉？就不知所措吧。当他跟你提出复合的时候，什么感觉？更不知所措了。为什么在那一刻没有打开你的视频电话联系你的现女友，让他看一看？我就怕他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怕他知道这件事儿？就怕他误会。通了电话就不误会了，是吧？对。为什么会断联3天？因为一直前女友都在跟你纠缠。不是，就他一直都在吗？不是一直都在，后来才来的。前面确实喝多了吗？确实多到没有办法给自己的女朋友回个电话吗？也不是，我想等这件事过去了，我再跟他说。啥事儿过去了？就我把我朋友陪他走出这段阴影，我再跟他说吧。走出去了吗？走出去了，3天就走出去了，差不多吧。哦，所以你那朋友还挺健忘是吧？酒是一个疗伤的好东西是吧？那前女友怎么知道你在那个地方的呢？他通过我那个朋友知道的。他怎么知道恰恰在你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找到了你的朋友呢？不知道。你的朋友就是忽悠你的，就是为了前女友。好好想一想，你看咱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对吧？好朋友失恋，你的前女友杀到，这太巧合了吧？是有点。好，你都没问问你的好朋友啊？说您都难受成这样了，都喝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接我前女友的电话？他就说，他想过来找你，你俩可能有啥事还没说清楚，就再说说。就是他在他失恋的同时，还能帮着别人撮合，鬼才信嘛！真的啊，好，
你不信对吧？我肯定不信呀，谁都不信。我也不信。后来怎么着了？然后到后来我就说我要跟他分手啊，然后他就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啊，一天打3、4个电话，就说哎我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然后你就心软了。对。再往后。到后来我偷偷的报了跟他一个学校，我就跟他一块去上大学啊。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确实都很好，就过了一段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啊，就是他每天陪我上课，然后我也跟他一起逛逛操场、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然后也是好景不长，我就是觉得狗改不了吃屎。别，这话多难听啊！就是到后来他开始毕业了，快要毕业，他实习找工作啊。然后就又给我玩消失，又玩失踪，又找不着他人了。我就每天早上起来，我9点多给他发消息，我说你今天找工作，你今天要去干嘛呀？你忙不忙呀？今天？哎，他到了晚上11、12点，他说，哦，我刚刚回家，我才看见消息，我今天挺忙的，我先睡了。哪有这样的呀？那我就是很忙啊，我每天早上睡醒就得先收拾收拾自己，然后准备今天面试的东西，争取多面几家公司。那我不得规划好了以后我去，然后我不就是没看手机吗？没功夫。你现在这个时代，怎么可能有人每天不看手机啊？你开个玩笑，你骗人，你有个理由好不好？我也看，但是我觉得可能你问我那些，我等晚上回家以后我再跟你说吧。那你知道我没有安全感，那你就不能提前跟我报备一下？您出门，你说哎，我今天要出门了，我现在要去面试。你没安全感，为什么我要给你报备啊，姑娘？那可是他之前我们2个之前的时候好好，他都会，他不管干什么他都跟我说。哎，不要那么凶嘛，温柔一点好不好？人家没犯什么错误嘛，充其量就是没回个微信嘛。他到后来他就说他找工作，后来我们俩有一天我们一起出去，然后我就偷偷看他手机，他跟他前女友还有联系，他前女友帮他找工作呢，在那儿。你又说前女友干嘛嘛？人家也没干什么呀，人家出于一份好心，正好有这么一个岗位适合我，条件也行，待遇也行，人家就记着我嘛，让我念人家个好嘛，我总不能因为这个我讨厌人家吧？去没去？没去。为啥不去？为了他，我算了嘛。你什么叫为了我？怎么不是为了你？哦，你为了我，你不跟他一块儿，那你自己怎么不说？你说那个工作就是跟他一起做同事，你们2个要每天都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们俩每天都要在一块儿，你怎么不说这个呢？那就是啊。啊，那你怎么还不说你给人家点外卖呢？人家女孩子不是你不知道他那工作去没去？我先。他没去。没去之后他做什么了呢？他后来去摆摊了，在我们学校门口卖烧烤，就是为了能离他近一点，让他有安全感，然后就在他学校门口支了个摊儿。行，都挺伟大的，爱情的力量哈。那不是，那就是他后来就算是他摆摊，他他说要陪我，他也没陪到我。我也是，我给他发消息什么的，他还是不回，还是就那么个点儿。我早上给他发消息，中午给他发消息，他到晚上他才回我。我问他在干嘛，他就说他忙。好东西嘛，哎呀，忙嘛。他忙，那我觉得他辛苦，我觉得他很不容易，他为了我在这儿，那我说是我去帮帮他吧。我下了课，我衣服什么我都不换，我就说我去陪他。我刚去他那个摊儿，我还没坐下呢，他就说：“哎呀，你快走吧，你在这干什么呀？你也帮不上我什么忙啊！这里烟熏火燎的，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吧，不如在宿舍里躺着。”那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我说我想陪陪你，他就说我不懂事。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那儿不舒服，你待在那儿干什么？你也帮不上什么忙，然后我弄的那些东西你也不会，我觉得你又讨厌油烟味儿，我就觉得你别在那儿太累了。那摆摊就是一件很累的事儿啊，那我不想让你在那儿也不行。那人家那怎么有那么多女孩就在你旁边坐那嬉皮笑脸子，又叫你哎哥，又这样又那，那人家怎么能在那儿？我怎么就不能在那儿？不是，人家是顾客吃烧烤的。这姑娘这醋吃到哪儿去了？真是，你男朋友是谁呀？那就是呀，但是我就是不放心他，他就每次都那个样，他跟人家就开开心心的，还偷偷加人家微信，然后跟人家又聊天又这又那的。我哪偷偷加了？我就那么正大光明的，我的微信就挂在我那个烧烤炉前面。我说你想吃的话，你加上，你提前订就行了。人家提前订好了，过来直接拿走，多方便嘛。那你告诉我一声不行吗？你就跟他说，哎，今天有一个女孩子觉得我烧烤好吃，加了我微信，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你跟我说不行吗？我跟你说就不用等到你发现了，我跟你说的那一瞬间你就已经炸了，我就不敢跟你说。那你好好跟我说，我就不会这个样了。姑娘，我觉得你到现在为止都是无端怀疑，全无证据，想象情敌。我也有证据。啥证据？那他之前他给他前女友点外卖什么的，他俩还有聊天记录，我这都有证据，我都带来了。他给他前女友谈恋爱的时候点个外卖没什么呀？是我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他前女友给他找工作的时候，他给人家点外卖。你在干什么呢？没干嘛呀，怎么了？
没事儿呀，你要忙的话你就先忙吧。我没事啊，你有事你说呗。这是前女友吗？对，也没什么事，好温柔啊，是吧？是吧？不舒服，那个肚子有点疼。你在哪儿呢？你自己一个人吗？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呢。行吧，那我给你点个外卖嘛，你等一会儿记得拿。哇哦，好完美的气泡音哦！我平常说话就这个声音。我刚刚听你可不是这个声音。就是。还问人家是不是一个人在家？哎呀，这得有多暧昧啊！对嘛，是不是都能看得到？一听那个语音，谁不生气嘛？他刚刚给人家点什么，全都是女性用品，人说啥了？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啊。他就，那你一个人在家吗？那我给你点外卖，你一会儿拿吧。你哪有这个样的？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都不这个样，我身体不舒服你就光会说啊，那怎么办呀？啊，那你多喝点热水，那你好好休息一下吧。我没给你点过吗？那你怎么跟人家说话那么温柔呢？那他也没惹我呀，那我要怎样嘛？而且人家那时候不是还帮我找工作来着，我觉得人家还挺好的，我记人家个情，人情往来嘛，也没干别的，那不是后来删了吗？因为这个。不是老师，你听听他说这个话，你听着想不想笑？人家也没惹他呀，人家也帮他了。我就无缘无故，我就这个脾气，我就看着你我就想生气，我就想发火，我神经病吗？我不是。这是你干的？这前女友的声音听起来比现在女朋友温柔多了哈。哎。他好好说话的时候也挺好的。哎，为什么跟前女友分开？好奇的八卦一下。也是一些小事儿吧。我确实不太回人消息，我可能就是忘了回了，我看一眼我就忘了回了。行，明白。这个今天为什么来啊？还为这前女友？不是。就他现在，他本来还在我们一起上学的城市，结果他现在他突然跟我说，他说他想回老家发展，他觉得在这待着没意思，他不想在这待着了。所以你毕业几年了？去年6月份，一直到现在都在学校门口摆烧烤摊。对，你什么时候毕业啊？我明年就毕业了。明年毕业，那就让他先回去呗。那我不放心他，我觉得他既然我们俩在一块儿了那么长时间，他还能跟他前女友又这又那的，我觉得回去了我们俩异地恋肯定每天都吵架，他肯定要跟我分手。回去干啥？回去我爸我妈给找了一份比较安稳的工作嘛，也比较体面一点，稳定一点，然后回去呗。对。我不想让他回去，而且我们俩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他妈妈给他找工作？就是因为他爸妈都不知道我们俩谈对象。这3年了，我每年过年我就说，要不今年过年你把我带回去见见你爸妈，或者你跟我回去见见我爸妈。而且他刚开始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他就说等着你大学毕业咱俩就结婚。我说行，那这都3年了，他也不跟着我回去见家长，他也不带我回去见他家里人，那家里人根本都不知道，他就没考虑以后。我现在怎么跟你回家？我跟你爸妈说。我说叔叔阿姨，我是个那个摆摊干烧烤的，然后我现在缺个服务员，把你姑娘嫁给我当服务员吧。那不可能啊！那不是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不能好好说话吗？不是，他说的是事实啊，真这样。那我爸妈都说了，说只要我喜欢就行，那我就喜欢想跟他在一块儿，他要好好跟我在一块儿，我就跟他在一块儿，我跟他一辈子。那所以说嘛，你就是很天真，因为你爸妈也没有跟你说过这些东西。但是当一个男孩去你们家的时候，那你爸妈不会有他们自己考量的标准吗？那这个男孩天天他连5险1金都没交，风吹日晒的，我姑娘跟着他是不是要受苦？那我不得考虑这些东西吗？那当时咱说的是很好，我也非常想跟你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当时我也还在上学，但是我现在毕业了。那如果说我一直干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什么时候能去你们家提亲什么的？那你最开始不是这么说的？那你刚毕业的时候你就说啊，我就在这儿摆摊了，我就陪你，等着你毕业了咱俩在一块儿。那当时都说的好好的，那你现在就又要回去了？我能等你，那机会不等我呀。万一今年过完了，明年咱俩一块儿回去，那到时候没有合适的工作了，还得从头再来。那现在这不正好有一条非常好的一条路，然后等着我去走。我先回去，等你实习的时候，我也能在老家把这个工作给做得比较稳定了，然后咱们2个在一起去说这些结婚的事儿，到时候不也靠谱点吗？你现在回去，你绝对的，你就是就到时候我还是找不着你人，你还是对我玩消失。你爱信不信的，怎么了？你是谁呀？姑娘，你这个太那个了。那可是最开始都说好了，他都说好了要在这儿等我的。说好了咋了？说好了不能变卦呀。那你们俩能分手吗？也能。就是呀，分手都能，还有什么不能的呢？毕业了回去不就完了吗？
那但是他整天都不回消息，找也找不到人，你哪有谈恋爱这个样的嘛？那人家不都是不，人家现在不是联系不谈了吗？人家进入到谈恋爱的第3阶段了嘛，准备结婚了嘛。那我到现在也没见他家里人啊，他家里人也不知道有我的存在啊。那万一他一回去，他家里人给他安排相亲呢？就说你已经毕业了，你现在找工作，你万一相亲呢？这不是挺好的吗？考验一下你们俩的感情啊。他要跟别人相了亲不要你了，这种男人也不值得的要，对不对？我觉得他经不起考验。啊，那是你不行，不是他经不起考验。那为啥他前女友跟他断了那么多年，他还给别人送外卖呢？那对吗？那你看现在老师你也说，就是我不行了，那都是我的问题了。这就你得自信呢。反正我找不到爱人，我就是没有安全感。比如说我们俩约好了一起去看电影，提前很多天都说好了，然后我提前4个小时我起来化妆、收拾、换衣服，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电话，又找不着人了。然后我又去他租的房子里边找他，我一打开门，人家跟他朋友在那打游戏，手机全部关了静音，他根本就没把我放心里啊！他要把我放心里，他怎么可能在跟他朋友打游戏？我也好奇怪，就是一个男人都不把你放心里，你干嘛老把他放心里呢？就我觉得，自从我上大学以来，就一直都是他陪在我旁边。习惯，习惯是可以改的，对吧？习惯可以改，但是我就想和他在一块儿。哦，这跟我们撒娇没用啊，关键看男生吃不吃这一套啊。你这感情还挺麻烦的，基本90%我估计要散，接受不？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那小伙子觉不觉得有点窒息？如果一份爱情是要以自我消亡为代价，那我们就得掂量掂量了。姑娘，别说那我们都说好了，那我们都承诺了。你知道，一个人的成长就是要不断的去接受自己的理想化，一点一点的破碎。如果这段感情对于你来说是快乐的，是幸福的，对于他也同样，那么他愿意选择为此而忠诚，为此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曾经为你失去过一次工作，但是现在我依然不管你以后怎么样，你爸你妈给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稳定的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只为我自己能够有人陪伴。你这是爱他还是爱你自己呀？所以啊，女孩，你真的爱他吗？还是你需要他？如果你总是以这样的一种控制要勒着他，你总不信任他，就会让他感觉到窒息。而一段窒息的失去自我的情感，他只会想逃跑。如果你把他强行的留在你身边，那我只能说你根本就不爱他，你只爱你自己。而一个不爱自己的女孩子，我为什么要为她牺牲呢？来，老师，我，哎呦呦，宝贝，你这样下去，你注定不会幸福的。你不管是跟他还是跟其他任何人，因为你的控制欲其实过强的人，他本质是害怕自己会受伤。你们俩所有的对话里面，你根本就不尊重他的自我意识，永远都是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因为你没有安全感，你要用另外一个人的前途来给你买单吗？这是一个不善良的表现，宝宝。异地恋并没有那么可怕，你可能也觉得我只是想跟他在一起，但是你的行为导致的结果就是你会毁掉一个他父母辛辛苦苦培养了几十年的孩子。他身上肩负的，他除了是你的男朋友之外，他还是一个儿子，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男人，他应该实现他自己的社会价值。你有可能只是他生命中出现的一个插曲，甚至是过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还继续在那摆摊儿，你说的很对，他现在还没有毕业，他觉得你能陪着他，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价值就是陪着他。你等他毕业了之后，你看，等他毕业了之后，他就不再需要一个摆摊的男孩陪着他了。请问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过去25年的人生吗？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候，你高考的时候，你想过你今天是摆摊陪一个女孩吗？所以你很自私啊，宝贝。你现在所有的哭闹，你的这些争吵，在我们看来就是2个字：笑话。你告诉我，你身上有哪一点真的你可以吸引到这个人一辈子你不离不弃？你应该去修内在。一个女人真正能留住一个男孩，是靠的是智慧。
你撒泼打滑撒娇，你去哭去闹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的灵魂跟他不能共振。你为什么把自己花样年华逼到这个份上呢？好好修自己的课业。22岁的年纪，天天想着嫁作他人妇，你的世界里面除了谈恋爱之外，没有一点别的事儿吗？可是老师，我一开始我不是这个样的呀。要是他不跟他前女友那些联系什么的，我告诉你，不要过分在意这些你莫须有的想象。你可以谈得起这段恋爱，你就要放得下。你不能说你进入社会有可能我们会带来感情危机，你就不让他进入社会了。异地恋最好相信一句话，就8个字：短暂分开，顶峰相见。所有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人都结婚了，一旦没有坚持到最后的人，你们就是错的人。这个男生其实相对你们俩而言，我真的更不喜欢你。你跟那个女生说话时候的腔调，我认为你是一贯的腔调。就你女朋友对你的不信任，不是空穴来风。我不是说你有其他的女朋友，但是你确实在这一点上是恋爱当中边界感很差的一种呈现。人家一个人不一个人关你啥事儿？就算给了你一个工作机会，你要这么特殊的照顾他吗？还是前女友啊？你不懂避嫌吗？所以啊，他拿什么信任你啊？你让他去烧烤摊看你一下，你都着急把他轰走。是他有点烦，他不分轻重，你给他机会成长了吗？在问题出现的最初，你可以陪他一起去调整啊，你都没有啊。你就用这种冷漠对他的不够重视，让他越来越抓狂。好的恋爱姑娘会彼此滋养，会让你变得温柔。但是一段不适合的爱情，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吗？请问你喜欢你今天的自己吗？不喜欢就要跳脱这个不喜欢的状态，去做那个自己喜欢的样子啊。所以我觉得男生你坦诚一点，女生你独立一些。也许在你们异地关系的开始之后，才能慢慢认清我要的是什么，我又是谁。所以我没有建议，就让异地恋赶紧开始吧。我觉得这是检验你们关系最好的时机。男生坦诚一点，你如果真的不喜欢他，你别把他弄成一个小疯婆子，没必要。好好一个姑娘，对不对？大好的人生才开始。我问个问题啊，那个前女友是在哪儿？在成都呢，还是在潍坊啊？在成都。那么如果他愿意回潍坊，你不是更安全了吗？其实刚才那段聊天的那个截屏，我听了以后反而觉着，能证明男生啊对那前女友还真没什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一个人在家，人家没把自己送过去，点个外卖送过去的，你担心啥呀？你老是强调我们说好的要爱一辈子，你怎么可以中途变卦呢？别说是说好的，你就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爱情的契约，那合同也是无效的呀。他觉得你可以继续相处，那咱们就继续相处；他觉得你不适合的时候，他可以随时跟你分手啊。你明白这道理吗？爱不是你拿把绳子把他捆起来，捆他一辈子，让他跑不掉，不叫爱情。你喜欢这样的自己吗？你觉得可爱吗？那你为什么把自己变成不可爱的样子呢？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他为什么还要去喜欢你呢？强大自己，做好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他才会继续留在你的身边。但是呢，帅哥，我刚才替你辩解了啊，那个聊天只能说明你没啥事儿，你没犯错误，你没把自己送过去。但是呢，确确实实你跟女生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做的是欠妥当的。莫名其妙失踪3天，你就没有想过女朋友担不担心你？如果不爱，就说出来，说清楚，早点解决。如果说就维持一段不爱的感情，其实也是一种不道德。谢谢张老师。来，我们听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帮谁。我想对姑娘说呀，安全感是自己给的，不是找别人要的。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呢，就提升自己；觉得担心男友被拐跑呢，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多学习、多锻炼、多运动，其实都是很好的方式，对吧？而不是始终要黏在他的身边，让他随时随地的给你安全感，这也是实现不了的。随遇而安，修炼自己，我觉得应该是你做的最好的一个事情。谢谢老师，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其实咱们两个在一起3年了，我就一直觉得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好，
然后自从我上了大学，你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让我知道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现在我也知道了，我们两个的相处方式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我是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我就想说，如果你回老家发展了呢，我想我们两个还要继续在一起。我觉得距离不是问题，只要我们相爱，无论隔多远都可以继续谈下去的。同意了哈，同意异地恋了哈。同意了。哎，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你那些大学同学这一年都在干嘛？都有自己的事儿得忙呗，工作的工作，创业的创业。你算同班同学里挺另类的吧？啊，对。同班同学怎么评价你啊？就是啊，你去干这个了，然后行吧，那你祝你生意好呗，就是这样。这话啥意思？听得出来不？听得出来。你爱他，你会不心疼吗？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吧，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请回，谢谢两位，请回，就开开心心的爱啊。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